Ordinary 黑五终于来了。今天除了一些必买好物呢，还有我很喜欢 Neo 的一些抗氧化产品，同时还分析了 The Ordinary 新品还有原版的对比。所有产品和链接呢都会放在信息栏，根据你不同的肤质，你需要的产品可以直接打开时间轴。抗氧化类我最推荐的就是 Neo 他们家的蓝铜胜肽。如果 Neo 只能买1瓶的话，就选它。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比 Ordinary 的蓝铜胜肽使用感呀、见效都会快很多。蓝铜胜肽本来它是淡化你的细纹，提升皮肤的紧致度、光泽度，但我最喜欢的是它同时也有修复的能力，退泛红的能力很强，同时它改善肤质很好。比如说你有黑头、闭口，你用3天就基本都能消下去，感觉你的毛孔都不像原来是被撑大，而是缩小之后整整齐齐的排列，肤感就像水一样，完全不粘，不是我们传统想的 The Ordinary 那种像胶水质地的。然后它早晚都可以用，那必须要单独使用，因为蓝铜胜肽呢和很多成分都会起反应，比如说它不能搭配 VC 都会失效，或者不能搭配像酸类啊、视黄醇，最好都不要和它搭配。那 The Ordinary 呢，这款蓝铜胜肽呢也是 OK 的，只不过它有点黏，价格是 Neo 的1/3，所以当然性价比也在那摆着。它除了蓝铜胜肽呢，还有各种氨基酸，保湿力也不错的。这个蓝铜胜肽我觉得是比他们家的 Buffet 就是自助餐精华要好用很多。那个自助餐精华我主要用在脖子上，去颈纹啊、淡化细纹什么的。Buffet 如果我用在脸上的话，我就会爆痘、闷闭口。所以胜肽类我还是最推荐蓝铜胜肽。这款蓝铜凝胶呢，如果你是偏干皮的话，我很推荐它。胶状油润的质地，那像我这种肤质可能就不太适合了，但我知道我干皮朋友们都特别爱它。它和 Neo 的这个蓝铜胜肽液体的这也差不多，效果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 Neo 的 Survival Zero， 一个抗氧化精华，它是含各种植物的抗氧化，鸡尾酒式提取，像益生元、虾青素、红球藻、番茄果提取、叶黄素、多种氨基酸等等。如果你不喜欢用 VC 也不喜欢用胜肽的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白天抗氧化的精华。但其实我更喜欢 SPF 30那款，只不过很可惜美国没有卖的。如果你在别的国家网上可以买到 SPF 30呢，其实是更好用的，因为它那个是带润色的防晒，在白天你想想一支就搞定了，抗氧化、防晒、润色，稍微遮瑕，一步到位。The Ordinary 我很推荐白藜芦醇还有阿魏酸这个精华，它主要就是3个成分：白藜芦醇、阿魏酸还有丙二醇。丙二醇作为一个溶剂嘛，所以它是无水配方，是油溶的这种形式，你涂在脸上就是油油的，你需要过一阵子它才能吸收，就吸收没有那么快，但它效果很好。我有时候 VC， 尤其原型 VC 用多了，皮肤会觉得不太舒服嘛，然后就改用这个，用一段时间肤色觉得很均匀，就很提亮。The Ordinary 最推荐的 VC 就是这款12%的抗坏血酸葡萄糖苷，它是完全很轻盈的水基配方，也非常适合你新手第一次用 VC 精华，你不知道用什么的人，选它准没错。这种 VC 衍生物呢是很好吸收的，它转化之后也有一定的促进胶原蛋白的能力。我记得我第一次推荐它的时候，很多人买了以后都在底下评论说，这真的很好用，是用过VC 衍生物的这种精华里面最舒服的，然后效果最看得见的。眼部精华呢，第一个推荐的，其实我是没有用过，但我看成分还有评价都非常好，也是这次准备入手的 Multi-Peptide Eye Serum， 一个多肽眼精华。它成分用的很干净，直接的对抗眼部的皱纹，比如说像烟酰胺、3肽、双丙甘醇、4肽、9肽、2肽，还有咖啡因，可以针对黑眼圈。我看评论也是说用一阵子明显感觉眼部提亮了，然后没有那么疲惫，减少了疲惫感，然后纹也是慢慢的会被淡化。如果你眼纹没有
那么严重，比如你比较年轻的肌肤啊，你就是想去个水肿、淡个黑眼圈的话，那咖啡因精华老生常谈了，是你最好的选择。而这个精华用上脸就是神奇，它比上百刀的我感觉那些号称可以去黑眼圈的那个还有效。尤其你早上比如熬夜啊，或者前一天眼睛不太舒服啊，会水肿嘛，你涂上它以后，你到中午你脸明显就会变大了一些，就是肿消了，然后会提亮，眼睛都感觉有神了。新品的舒缓泛红的这个保湿精华，我叫它小粉精华，因为它真的是艳粉色的精华，它可以在你皮肤受外界刺激的时候，2个小时之内帮你舒缓，建立健康的保湿屏障。秋冬换季的时候，你皮肤脸上会有泛红嘛，尤其脸颊。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滑雪，到晚上的时候皮肤就会很干，然后有那种高原红，皮肤有点被晒到，保水力很差的时候，你用完面膜再上它，好好的把干燥泛红的皮肤给拯救回来。它的质地是蛮舒服的，不会很黏，平常觉得皮肤干了也是可以用的搭配后面的粉底什么的也融合度很好。最爱的面霜没有之一，天然保湿因子面霜加 HA它里面这些成分全部都是存在于你皮肤里面的，帮你补充这些氨基酸、脂肪酸、甘油、尿素、PCA 透明质酸，涂上脸以后瞬间是被舒缓到，然后同时你不会觉得油腻，它都有点像偏雾面的质地了。我很喜欢在医美术后，或者在我用不了其他产品的时候，皮肤真的出现了烂脸的情况的时候用它。顺便说一下新出的2款保湿因子面霜，一个是那种啫喱的，我觉得那款还 OK， 它至少是比较好吸收的，只是说现在秋冬的话有点不太够用。但是另一款是特别适合干皮的那个，它添加了 photoceramide， 添加了神经酰胺，而且是非常 rich 非常厚重的膏体。我涂在手上当时觉得还可以，但是上脸之后会觉得闷闷的，没有把保湿成分吸进去的感觉，只是浮在了脸上，所以那款我并不是很喜欢。最爱的洁面还是原版的角鲨烷洁面，它就像乳液一样，那种霜状的，你的粉底液、防晒全部都可以被轻松的洗掉，不留油脂，不留残留。它里面添加这些亲脂性的脂呢，让皮肤洗完以后很柔软。我从来洗脸没有这么舒服过，就用它就感觉洗完脸没有任何刺激，但是又洗干净了。Glycolipid Cream Cleanser 这款适合偏干皮的洁面呢，我自己用了以后，我本来之前其实想给你们做一个新品的 The Ordinary 的，但我用完这几个新品我都觉得很失望，就没有做。这就是其中一个让我最失望的。我涂在脸上也是觉得糊脸，卸妆力也不是特别强，然后之后冲水也洗不干净，你需要其他的工具，比如说卸妆巾啊什么的，你帮助它卸掉。Cream Cleanser 还是角鲨烷洁面乳好用，而且角鲨烷洁面它本身是很好携带的，小支是50毫升，比卸妆膏、卸妆油都更好带一些。果酸是我们经常被忽略的酸，它的作用是很强大的。它不仅是有焕肤效果，是可以减少你不正常的角质堆积，加速细胞的活化更新，促进黑色素顺利的被排出，然后减少肤色暗沉。同时它可以启动皮肤的重建机制，促进胶原蛋白，增强皮肤的抗氧化能力。然后我发现他们家的果酸水去闭口的效果很好，去黑头一阵子也有一些改善，尤其是你有背部痘痘呀，它这么一大瓶嘛，其实是很好用的，你就可以放在棉片上，也可以放在那种喷头、那种喷壶里面，然后就喷背部的痘痘，去白头粉刺的效果都很好。然后因为甘醇酸它是比较小分子的果酸，然后7%的浓度呢也不算太低，所以我建议频率是1周用2次就好。如果你刷脸的话，减少新的黑头粉刺，同时让你皮肤变得比较亮，没有那么蜡黄，更有光泽了。然后乳酸也是一个比较分子比甘醇酸大一点的，就更适合敏感肌一些。然后这款加了透明质酸呢，还更加保湿了。5%的浓度是我比较推荐的。然后还有是 azelaic acid 杜鹃花酸，
我当时怀孕最喜欢的酸就是杜鹃花酸，它本身是一个美白淡斑的成分，但是它同时有消炎抗敏的效果，它对我的红肿的大痘消得特别快。2016年的一项实验数据表明呢，3%的 benzoyl peroxide 加上克林霉素，同时对比20%的 azelaic acid 就是壬二酸，它们两个治疗痤疮的效果都差不多。然后同时这 azelaic acid 它的副作用还小一点，就没有那么泛红。那当然，注意这里面是处方的浓度20%的浓度啊。我一般市面上买的杜鹃花酸呢，都是10%浓度的。那宝拉甄选他们家也有。那如果你想专门的治痘痘，就是你痘痘很严重的那种，你想靠它治痘的话，还是去找医生开处方的。然后是 mandelic acid 杏仁酸，那它就是特别温和的果酸了，它分子量非常大，渗透到皮肤就比较缓慢嘛，然后刺激比较小。然后它同时也有促进胶原蛋白、控制油脂分泌、抗炎的效果。但因为它可能是这个酸本身分子量太大了，在我脸上的效果是比较一般的，我很难说1周之内就看到对痘痘啊，还有对闭口的改善。那他们家我最不推荐的就是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这2款我都不喜欢啊，一个是水溶性的，一个是油溶性的，它们在我脸上都会很刺激，会泛红，然后脸会发痒。我觉得可能是配方的问题吧，它没有加很多的抗炎舒缓的成分，不像宝拉甄选的，他们家很多的水杨酸都是复配的，就是配方是复合配方。那 The Ordinary 一般都是单一的这种成分嘛，很容易造成皮肤的不适感。那这2个水杨酸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同时30%的果酸加上2%的水杨酸，这个 peeling solution 焕肤的果酸啊，这个我也是不推荐的。焕肤的产品啊，就比较高浓度的果酸和水杨酸，我还是建议你去美容院去做。刷这种高浓度的果酸，皮肤的清洁还有术后的护理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在家就随便用一个这种 peeling solution， 然后你之后又没有做好保湿，或者之后又乱用产品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视黄醇是必买的，那我比较推荐 Gram-negative retinoid HPR， 是一种新型的维生素 A 衍生物。它是 A 醇里面最像维 A 酸的，那同时研究表明呢，它比 A 醇的抗老效果更加明显，比 A 醇的副作用更小，更加的无刺激性，更适合敏感肌。那我最喜欢的是这种 Emulsion， 那它比较适合全肤质或者是偏油皮，涂在皮肤上不会觉得油腻。我用它从来没有说泛红发痒、会痛啊或者脱皮，这种都比较少见。新型的 A 醇呢也很适合新手因为一般的 A 醇它刺激可能会比较大嘛，尤其如果你浓度比较高的话，那它2%浓度其实是相当于0.2%，因为它90%都是溶剂啊 ，HPR 就是这么定义的啊。如果你是偏油皮，你想要油润一点的，你之后不想再添加面油了，就用这款放在角鲨烷里的 HPR。同样也可以改善因为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的一些动态纹和静态纹。那角鲨烷是存在我们皮肤里面的天然保湿剂嘛，更加的减少视黄醇对我们的刺激这2款都是算肤感比较好的。那其他呢，尤其浓度高的话呢，就需要进阶了，就你用完这些之后，你再比如提升到5%浓度的这种视黄醇。好，以上就是我黑五 The Ordinary 还有 NIOD 的推荐，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新品其实我也在试用中，尤其是 NIOD 的呀。如果你们觉得有哪些好用的，也可以推荐给我。谢谢大家收看，不要忘记订阅、关注我的频道哦，给视频点赞。我们下期见，拜。